19岁的花季少女在一位白领家里做保姆，被女雇主虐待了4年，面部毁容，头部坑坑洼洼，被敲下了12颗牙齿。上一次他也是打着我脸，他不后悔，就是怕我学坏，长大以后要是脸漂亮，你出去以后会去做鸡。而在法庭上呢，女雇主却大喊冤枉，说出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你们两个相处，你对他怎么样？我可以说我对他问心无愧，对他非常好。那么雇主为何要对一位小保姆下此狠手？小保姆又为何在4年的时间里不求救不报警呢？大家好，我是海岩，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下这个案子。2006年1月份，19岁的女孩蔡敏敏在医院里做整容，母亲带着表哥一起来到了医院看望女儿。当看到女儿的那一刻母亲既震惊又心疼，女儿已经面目全非了，没了人样。在母亲的多次劝说和逼问之下，蔡敏敏才给母亲说出了实情。她说自己之所以变成这样都是女雇主给打的，而且是长达4年的时间里不间断的虐待，才将自己弄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整容的钱也是女雇主给的。母亲和表哥马上报警了。经过鉴定，蔡敏敏的鼻子塌了，耳朵有残缺，多根肋骨骨折，面部扭曲，头骨坑坑洼洼，已经达到了10级伤残。蔡敏敏在母亲的陪同下跟警察说出了在这4年里她的悲惨遭遇。她说，女雇主用锤子敲打我的肩膀和腿，用筷子扎我的手和脚，还有一次用筷子捣烂了我的喉咙，差点死掉，拿我的头往桌子或墙上撞，用刀捅我的肚子，用辣椒油涂抹在发炎的伤口上，打断我的胳膊不让看医生，让断掉的骨头自然愈合，用擀面杖敲我的嘴和牙齿，敲掉了12颗牙齿。蔡敏敏说的这位女雇主名字叫魏娟魏娟是一名白领，是珠海市企业文化协会的总经理助理。魏娟人长得漂亮，气质优雅，从外表上来看呢，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虐待小保姆的坏人。面对警察，魏娟大喊冤枉，她说蔡敏敏在诬陷自己。魏娟承认只用鸡毛掸子轻轻打了蔡敏敏2次，原因呢是蔡敏敏偷吃葡萄和偷钱，并且说如果自己常年虐待蔡敏敏，那正常人肯定会喊叫的，而且4年那么长的时间，邻居们可以作证，从来没有听见过喊叫声。而且呢，如果蔡敏敏被虐待4年，那么为什么蔡敏敏不离开或者报警呢？魏娟还说，蔡敏敏的伤并不是她打的，而是出车祸给撞的。她说，在2003年11月，她出差刚回家，发现呢蔡敏敏浑身是伤，面部红肿。追问之下呢，才知道蔡敏敏半夜出去买冰激凌，那天还下着大雨，在路上呢，蔡敏敏被一辆面包车给撞了，而且呢被拖行了20米的距离，然后司机就跑了。由于天黑，也没有看清楚车牌号。他曾经带着蔡敏敏去医院，但是呢，蔡敏敏死活就不愿意去。4个月之后，伤口化脓腐烂，蔡敏敏才毁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魏娟说自己还出钱给蔡敏敏整容，并且联系蔡敏敏的母亲过来陪护。在整容之前呢，她还带着蔡敏敏去做了公证，证明蔡敏敏是车祸给撞的。作为雇主做到这种程度，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没想到对方反而诬陷自己，简直就是恩将仇报，忘恩负义。魏娟说的是头头是道，蔡敏敏讲述的故事的细节也很真实。那么到底谁说的话才是真的呢？警方对蔡敏敏又进行了一次验伤。按照魏娟的说法呢，车祸是在3年之前的事情了那么蔡敏敏的伤就是3年之前的伤，这个旧伤和新伤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车祸撞的伤和这个虐待的伤也是不一样的。很快验伤的结果就出来了，交通事故造成的伤的特点是外轻内重，而蔡敏敏面部的伤呢，大部分都是皮肤软组织外伤，除了鼻骨骨折之外，未见颅骨骨折不是一次性暴力形成，不符合交通事故损伤特点。也就是说，魏娟说谎了。另外呢，警方还在魏娟的家里的煤矿墙角、地毯、沙发以及枕套上找到了血迹，经过化验确认，都是蔡敏敏的血迹。同时呢，这个医院也给出了证明，蔡敏敏的伤与她描述的被魏娟殴打的时间以及使用的这些工具等特征都十分的吻合。到这里呢，可以说是铁证如山了，但是魏娟仍然是不承认。事情通过网络传播之后呢，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也有很多网友提出了对此案的一些疑点魏娟除了没有老公，有车有房可以说是一名成功女性，长得还漂亮，为什么要去虐待一名小保姆呢？
蔡敏敏被虐待了整整4年的时间里，而且被打得那么惨，为什么她不逃跑，不去报警呢？周围的邻居难道一点都没有察觉吗？2001年，河南漯河农村的蔡敏敏当时只有15岁，因为家境贫寒来到了珠海打工，经过同乡的介绍，成为了一名保姆，雇主就是魏娟。魏娟30多岁，单身，是一名白领，和蔡敏敏呢还是同乡。刚开始2个人相处的还挺好的。魏娟承诺不仅每个月给蔡敏敏200元的工资，还会教蔡敏敏电脑知识和金融技能。等蔡敏敏成年之后，她还可以帮忙在珠海介绍工作。而且刚开始时，魏娟还给蔡敏敏买衣服，对蔡敏敏可以说是关爱有加。蔡敏敏呢也非常的高兴，觉得自己这次是遇到了贵人了。每次给妈妈打电话的时候呢，都给妈妈说魏姐对我特别的好，怎么好。这也让母亲很是放心，并且嘱咐女儿以后要听话勤快。但是呢，好景不长，仅仅过了3-4个月的时间，事情就变了。有一天，魏娟可能是在外面受了什么气，回到家里就乱砸家具发泄，然后揪住躲在角落里的蔡敏敏，拿起鸡毛毯子就是一顿打，打得蔡敏敏浑身是血印子。魏娟发泄完之后呢，她又突然改变了态度抱着蔡敏敏痛哭，不停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妹妹姐姐没有控制住，我不是故意的，请原谅姐姐吧。蔡敏敏呢给吓坏了，不知道平时对自己关爱有加的大姐姐今天突然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她只知道要让自己更加的乖巧，在这里好好工作，不惹大姐姐生气。但是呢，从那开始这个魏娟时不时的就发脾气，殴打蔡敏敏，打完之后又道歉，恳求原谅，给她擦药。一次一次的伤害呢，蔡敏敏都选择了原谅，但得到的是变本加厉的殴打和虐待。有一次魏娟让蔡敏敏给她搓背搓的力度小了，魏娟上去就是一巴掌，你没吃饭呀。搓的力度大了，魏娟拿起水瓶就砸了过去，砸得蔡敏敏满脸是血。蔡敏敏做家务声音大了一点点魏娟就上去就是一顿暴揍，拿擀面杖敲掉了蔡敏敏的12颗牙齿。蔡敏敏给魏娟削苹果，不小心掉地上了，魏娟抢过水果刀就捅了蔡敏敏的腹部。魏娟觉得蔡敏敏做的饭难吃拿起筷子就捅进了蔡敏敏的喉咙，而且呢还不停的搅动。那一次呢，蔡敏敏伤得太重了，魏娟还不得不请来了大夫给蔡敏敏救治。为了掩盖事实，魏娟还向医生谎称蔡敏敏小的时候受伤，脑子不好，经常磕碰，这一次呢不小心就伤到了自己的喉咙。医生当时也觉得有点奇怪但是由于魏娟平时为人不错，也没有多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蔡敏敏变得越来越麻木，而魏娟变得无所顾忌了。对于蔡敏敏是想打就打，根本不需要找任何的理由。魏娟还专门找家里的有棱角的地方，比如桌角、窗台、门框，经常抓着蔡敏敏的头往上面撞。有时呢，蔡敏敏用手护住了头部，结果呢，手指头都被撞得骨折变形了。而且每次不管打得多狠蔡敏敏都不敢喊叫，因为那样呢，只会迎来更凶狠的殴打。蔡敏敏曾经跪在地上求魏娟她说你想打就打吧，但我求你不要打我的脸，脸被打坏了，我就没脸去见我的父母，也没脸出门了。魏娟就故意将她的鼻梁打断，用花瓶的碎片割伤了蔡敏敏的嘴唇，她的2只耳朵也只剩下了半只。魏娟呢还恶狠狠地说，脸长得那么好看，不给你治一治以后长大了肯定会干坏事的，我这是为你好。蔡敏敏呢就在这样的殴打和虐待当中呢度过了4年的时间。在之后医生给她治疗的时候，发现蔡敏敏对于疼痛的承受能力非常的强，而且呢她的头皮比普通人的头皮的厚度要厚几倍，这是因为长时间被反复击打所导致的结痂而造成的。在这4年里，蔡敏敏并没有被囚禁，那么她为什么不逃跑呢？蔡敏敏曾经给母亲打电话说魏娟打她，但是呢，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母亲对于魏娟的印象太好了，以为是女儿做错了什么事儿，魏娟小小的教训一下，压根儿呢就没有想到魏娟会这么的丧心病狂，所以当时也没有太在意。另外，魏娟曾经威胁过蔡敏敏，魏娟说自己有个朋友是公安局长，如果蔡敏敏敢跑或者把事情说出去的话呢，他就报警，说蔡敏敏偷东西，要让警察抓他去坐牢，还要杀了他全家。10几岁的小姑娘呢就被吓住了，于是呢就放弃了抵抗，被打得再惨，她也不敢逃跑。魏娟殴打小保姆的事情呢，实际上并没有被魏娟掩饰的那么天衣无缝。魏娟小区的管理处主任叫汤炯全，
在2002年，曾经听人说小区有业主殴打小保姆，说这个脸都给打变形了。之后呢，他将事情报告给了居委会，居委会呢带着警察找到了小保姆，但是呢，保姆只开了一道门缝，警察也看不清对方的样子。警察告诉小保姆说可以帮助他，并且送他回家。但是保姆躲在门后不言不语，也不肯开门啊，没有办法，警察也只能离开。之后呢，魏娟还打电话给管理处啊，警告管理处不要多管闲事儿。另外呢，对门有一个小保姆叫杨慧荣，她和蔡敏敏的关系不错，她也曾经劝蔡敏敏赶紧离开这里，回老家吧。但是呢，蔡敏敏说自己的脸已经被毁容了，她还指望着魏娟出钱给她整容，所以呢不能离开。可见蔡敏敏已经被魏娟给洗脑到了一定程度了。2004年6月啊，这次蔡敏敏被打得非常的严重，被送进了医院。蔡敏敏的母亲接到消息之后呢，马上赶到医院，看到女儿的样子之后，母亲都吓坏了，并且追问女儿是不是像魏娟说的那样是被车给撞的。这一次蔡敏敏没敢告诉她母亲真相，并且告诉母亲啊，魏娟会出钱给她整容，让母亲不用担心，并让母亲回了老家。1年之后，2005年，母亲再次接到了魏娟的电话。魏娟说上次整容不太成功，并且呢，这个蔡敏敏自己平时不太注意，导致了化脓。魏娟说自己可以出钱给蔡敏敏再做一次整容，需要蔡敏敏的母亲过来陪护。这一次呢，母亲和蔡敏敏的表哥一起来到了医院，看到病床上的女儿骨瘦如柴，面部比上一次更加的扭曲，更加严重，身上的骨头是凹凸不平。母亲觉得这些伤不像是整容化脓所导致的，母亲觉得这些伤没有那么简单。在母亲和表哥的一再追问之下呢，蔡敏敏这才说出了实情，并且详细叙述了被魏娟一次又一次的殴打的细节。母亲听了女儿的话之后差点晕过去，冷静之后呢，就马上报警了。警方将魏娟逮捕，面对铁证，魏娟一直不承认虐待蔡敏敏的这个事情。那么魏娟为什么要残忍的虐待一个小保姆呢？难道她有精神病吗？法院对她呢进行了精神检测，检测结果是魏娟作案时无精神障碍，具有完全的责任能力。变态人格，他就跟精神病很不同，他就是一种变态。他可能就是说他通过这个实施他这种残害行为，让他出血了，他可能得了某种心理上的满足。你们两个相处，你对他怎么样？我可以说我对他问心无愧，对他非常好。2006年11月24日，此案在珠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一审宣判魏娟犯了故意伤害罪，被判了15年的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魏娟不服上诉，2007年2审开庭。鉴于魏娟对于蔡敏敏造成毁容之后呢，多次给蔡敏敏进行整容恢复刑期从原先的15年减刑到12年，并且要求魏娟赔偿蔡敏敏之后的整容费、精神损失费等等，共44万。魏娟还在法庭上说：“我很喜欢蔡敏敏，希望出狱之后还能和蔡敏敏一起生活。”这个案件呢，就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被别人给洗脑了。面对暴力侵害，要敢于反抗，一味的忍让只会让对方变本加厉。要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好了，您对这个案件有什么看法？欢迎评论区里留言。我是海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